我觉得我自己很老。Hello， 大家，我是老马同学。今天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旅游达人 Abby。Hello， 大家好，我是 Abby。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老。他刚刚一个人带着老婆和儿子去了巴哈马。非常的不容易。我刚好出差错过了这次旅行。你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一名，不是，就是说你跟我们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采访？这是我的老婆。别紧张。下面我会以旅游小白的视角采访一下我们的 Abby 姐去巴哈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也知道的也不多，包括住在哪儿、吃什么呀、怎么租出租车。这点非常关键，因为那个地儿呢没有 Uber。追求性价比的最好不要参考我。还有就是作为不会摄影、不会运镜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带了2个运动相机，到底能记录怎么样的精彩瞬间呢？好啦，让我们现在开始吧。哇！第一个问题，巴哈马在哪？巴哈马它其实就在加勒比海中间，它是一个岛国，它呢就是会离美国比较近。然后呢，我也是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离加拿大，就是我们住的多伦多这个市呢，那个坐飞机只需要3个半小时，相当于从北京到三亚的距离。所以如果我们住在北美的话，然后去就比如说巴哈马呀、巴拿马呀，或者说古巴的话，应该都是路程比较近的。整体的花销大概多少钱呢？这也不能怪我，是吧？是有些人我们住的应该属于巴哈马，最贵的酒店之一，也就是巴哈马的那个君悦酒店啊，英文是 Grand Hyatt。然后它一个晚上因为我折合了一下，包括其他的附加费用的话，一个晚上应该大概和700多加元吧，也就是人民币3500左右一晚。那这个钱你可以包含酒店所有的玩乐的，这包括它的私人沙滩，房间本身的费用也收取了度假村费。对，它就有一个度假的费用。对 resort fee。那你们一共这趟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一趟加上我算了一下，加上我们之前订的机加酒，还有打车的费用，因为打车是很贵的，再加上我们在酒店的吃喝也是很贵的。比如说一碗很普通的拉面，可能我觉得应该是素食做的那种吧，然后要$30一碗加上我们去其他岛屿的飞机票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一共大概合人民币是6万多。哇，6万多，6万多还是挺多的。对，6万多，6天5晚，相当于1天和1万人民币了。OK， 那请你用3个词形容一下你在巴哈马的感受。这个比较难啊，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惊艳，不知道加勒比海有多好看。这次确实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蓝色，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惊艳。另外就是不能说惊吓吧，但是就是被那个价格惊到了吧。他们那人自己也承认，那边还是就是人都比较有钱，所以可能他们就至少在旅游区的范围内物价属于比较高。巴哈马据说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对。所以呢，想不到它的物价比加拿大还贵，是吧？对，它的巴哈马元和美元的比是1比1的。司机会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很多，尤其是私人岛屿什么的，都是好莱坞明星的居住地。比如像 Taylor Swift， 他也会花很多钱，然后住在那边的私人岛上，所以应该那边的开销都是很大的。但是这个视野也好，风景也好，肯定都是顶级的。哇，视野来说，你觉得跟加拿大有什么区别啊？传说中的宁古塔，那么巴哈马呢？你这么一说宁古塔，我又想起《甄嬛传》那首歌了，凤凰于飞。首先我是一个视觉动物啊，所以呢我会用颜色来形容。加拿大可能会给我的感觉更是灰色呀，有绿，然后但是比较深绿，有一些枯黄的感觉。然后那边像今天就是一个阴雨天，这些阴雨天占加拿大大概1半以上，是吧？对啊，就是我觉得在加拿大生活久了，可能你自己不觉得，但是其实心里会有些 blue 的那种感觉。就我说的 blue 就是比较忧郁的感觉。那你们在巴哈马的时候天气怎么样？我巴哈马是每天都是大晴天。其实我们好像
我印象里几乎应该是没有赶上过下雨。其实我们在那几天还是4月底，还没有到就是夏季，等春夏交接的那种天气。那个时候的话，每天我们的户外温度应该是从23到28。其实这个温差呢，首先大家能知道不是很大，晚上你会觉得很清凉。白天呢，如果你在正午的时候，如果你在一个阴凉的地方，你还是会觉得就是比较凉爽。那边呢日照也很强，所以呢虽然它最高温度会有28度，但实际上你的体感可能会到35、6度，所以防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胳膊这块其实已经有被晒到了。哪个地方晒得最严重？我的后背晒得严重。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就是他呢可能更活泼一点，或者说他接触水更多一点，你在阳光底下玩的时间更长。这个时候呢，必备的就是我给他带了2套那个长袖的泳衣，有游泳也有防晒的作用。然后他衣服上会有写的防晒指数的，然后还有这个很好。对，然后下边是沙滩裤。沙滩裤可以防沙的，然后因为普通的衣服可能能防普通的沙滩，但是防不了巴哈马那个粉红沙滩的沙子，因为那个沙子实在是太细了，那个沙子简直像婴儿粉一样细，所以普通的衣服只要沾上了的话是洗都洗不掉的，我试过了。哇，看来这也是惊吓的一部分。那么第3个形容词呢？就是我还没想到，应该是治愈吧。治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说，就是加拿大这边灰灰黄黄的，等你飞机一落地，然后你到了那个巴哈马，然后享受到了阳光海滩，就是看到天空的蓝呀，然后白云啊，然后还有这个水蓝绿色呀、黄绿色呀，各种不同的蓝，就是在那种阳光海滩，然后吹着海风的那种感觉，真的会很治愈，就是能卸掉或者扫清你的生活工作中很多压力。这个巴哈马是一个群岛，那除了巴哈马这个岛，你还去了哪些地方呢？好，我纠正一下啊，巴哈马虽然我也知道的不多，巴哈马呢它是一个岛国，它有很多座小岛组成。我们这次落地的地方呢是它的首都叫拿骚，那这个岛上基本上就是可以当做属于它的主岛，然后有顶级的2座酒店，还有其他的一些很有名的吃的呀什么的，比如说像这个海螺肉是他们当地比较有名的特色。这是我们那座主岛，也就是我们这次的根据地，我们的住宿都在这个岛上。然后呢，我们还有行程是去到了它的另一座岛，叫 North Eleuthera Airport。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著名的景点呢称作哈珀岛，就是 Harbour Island。那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的，就是从早上大概5点多起，然后乘坐这个7点的航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飞机，坐20分钟，很近啊，然后它就会落到这个北伊柳塞拉机场。然后呢，我们再从这里换出租车到达我们这个码头再坐船10分钟，然后到达我们这个 Harbour Island 这个哈珀岛。有著名的网红景点就是粉红沙滩，我觉得其实我是很推荐大家去的，尤其是可以体验一下岛上那个高尔夫球车，开起来很带劲儿，就像我感觉可能是开拖拉机跟它是一个感觉。就是突突突突突嘛，对，你呢轻轻踩呢，它也不走，你一使劲踩，它就往前窜。司机在左，司机在左边，但是你要靠左行驶，很奇怪。所以上来的话我就逆行了，然后我自己没意识到，但还好，就是它那些路上其实没有很多车，基本上大家也不会太催促你，而且呢，他们都很友好，就是当地人，他们开着车就是跟你照对面的话，他们都会向你打招呼。就是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当地人还是很热情好客的，应该。你们本来想报一个团，就是在去巴哈马旅游，有2个景点是可能就是大家都会推荐的，一个是像我们去的粉红沙滩岛，叫 Harbour Island 的这个岛，另一个就是 Exuma 那个岛。他们的岛基本上都是一个狭长的通道一样，然后呢，在这个岛上呢会有很多景点，比如说有一个叫蓝洞。可以在里面浮潜，然后有一个一线滩，说那个沙滩很细啊，水很清澈，然后还有就是像猪猪岛啊、鲨鱼岛啊，还有这个蜥蜴岛，都会在那个区域。一个旅行团1日游是1天游8个景点，哇！然后所以可能要从早上坐船到晚上，对，所以我们扶老携幼的这种
组合可能就没有考虑那个岛。那你们为什么选择粉红沙滩呢？它真的很粉吗？就是如果你捧起那个沙子仔细看的话，你能看到那个沙子中间会有很多就是红色的点点，就是它是很多细的红色的沙子和这个白色的沙子组成的，所以其实它不是完全，如果你近处看的话，它其实是粉红沙的，但是实际上在很强烈的光照之下，其实它不是能够显得很粉。舞蹈上我们去这个 Glass Window Bridge， 它是一座我觉得不应该叫跨海桥，但是确实它把左边的这个太平洋和右边的这个加勒比海分成了两部分，就是你在桥的左边和右边去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海水呈现不同的颜色，能在一座桥上能看到这两种景色，就是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但是大家要小心，就是司机介绍说，如果你要是在某些不走运的时候，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不走运，是季节嘛？他说不一定是某个季节，只是在某个不走运的一些时候，有可能突然会有一个很大的浪，大概有可能几十米的浪，然后从左侧的太平洋通过这座桥打到右边的加勒比海，然后形成一个巨浪的一个他们叫那个 big wave。 如果你碰巧这个时候在那个桥上，你可能就九死一生了，然后就会被那个浪打到对面的加勒比海里，然后就拜拜了，就是这样。听着很刺激。对，司机拉我们去Glass Bridge 这个景点以后，然后就把我们送回到了机场，然后整个这个路线大概是1个小时的车程，然后他就收了我们$100。哇！如果你在这个主岛上租车1天也是$100。所以如果你像这位仁兄一样，就是开车技术很厉害，然后也能很快的适应这个左换成右这种不同的行驶规则的话，还是建议你租车，然后用1天的时间从北到南，看看不同的沙滩是不是那些沙滩也是粉红色的，或者有另一些奇观。但好像租车要国际驾照才行，所以呢这也是个问题。你租这个出租车，你是怎么找到它的呢？这点我也是很焦虑。他们说当地没有 Uber 嘛，机场的话千万不要上黑车，因为黑车可能会把你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然后而且呢一直很危险，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一直跟我说危险，造成了我很焦虑的状态。但是我后来呢还是选择相信我们社交媒体上的网友，因为晒出了一个名片上面有一个租车公司的一个司机的电话，通过 WhatsApp 联系了他。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很热情，我跟他说了我的就是各种出行的需求，然后以及我们就是几个人呀、什么行李啊这些信息，他就定时到了这个机场去接我们。这点我必须说一下，官方的计算规则，这个规则应该是他们政府制定的，一般是默认是2个人，然后多加1个人要多少钱，多加1个行李要多少钱，所以这些都是有官方规定的。因为后来那个司机也给我发了一下，就说他们是怎么计算的，所以我这点上我也是觉得那个司机可能也是更专业一点的。所以整个这个行程他最后收了我们50块钱。粉红沙滩是查了 AI 呢提供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网站，上面列出了很多司机的信息，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可能比较合眼缘的人吧。你们在酒店玩的怎么样呢？其实酒店提供很多的服务项目，我们这次呢主要就参加了一个为期是半个小时的一个参观火烈鸟的活动。酒店呢它有一个区域专门圈养这些火烈鸟，这个是酒店的一个特色，也是它的一个风景。它还会有就固定的时间有一个火烈鸟游行的活动，这些应该都是免费的。但是呢我们参加的这个活动呢是相当于一个是近距离的，一个是比较私密的，所以就是每个人要多收$100的这个入场费吧。我们进去以后呢，其实有一些活动，一个是他会给你讲解一下这个火烈鸟它在巴哈马生活的状况啊，然后还有它从小到大生长的一个就是过程。我们也摸了摸那个就是仿真的火烈鸟的蛋，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给火烈鸟喂食，然后这个泡泡我们就喂得很开心，然后一堆火烈鸟围着它，这个画面也是很搞笑。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抱着这个火烈鸟照了合影，然后这个对因为大人需要扶着它，要不然它会走，然后呢就想让它保持在跟你一起的状态，你要扶着它的我觉得应该是胸腹部吧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
对于小朋友科普啊，然后各方面来说，还有就是能近距离接触，因为小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摸到它的羽毛嘛。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就是亲子类的活动吧。酒店里头有很多水上的项目，你们有体验了哪些项目呢？酒店里其实有一个游泳池，它叫蓝洞，就是 Blue Hole， 它真的修出了一个洞，然后那个洞里呢，有一个就像水族馆一样的鱼缸，然后里头会养了很多的这个动物，比如说海龟呀，比如说龙虾呀，然后鲨鱼。如果有勇气的小朋友在那个蓝洞上边，它有一些高台，可以从上面跳下来，然后体验一种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没尝试，我觉得泡泡他应该也没有这个勇气。我还发现呢，就是我们这个酒店它有一个私人沙滩，其实它连通了一个公共沙滩，然后其实很多水上项目应该是在那个公共沙滩上有的，比如说就打扮的像一个跑车一样的快艇，然后还有就是水上摩托车。水上摩托车你没有去体验一下吗？这就是扶老携幼的问题吧。我把孩子扔给老人的话，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应付啊。如果下次你去的话，可以扔给你们，扔给你。还有一个就是只有酒店客人可以进入的一个水上乐园，叫巴哈贝。好的，应该是亚特兰蒂斯那个酒店的水上乐园呢更刺激一点。然后君悦里的这边呢，它的滑梯也好，各种设施也好，其实更适合小朋友。然后我还体验了一次就是冲浪。这个还蛮新奇的体验，就是以前没试过，但是我发现确实没有天分，就是我看我前面的小朋友，我感觉他们做的都很简单呀，就往那一趴，然后前胸挺起来，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然后手放开呀，然后跪起来的那种冲浪的动作。但是我上去刚趴在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浪冲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难道是我平衡能力不好还是怎样？酒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吗？可以推荐一下。如果就是大家不追求什么餐厅的氛围之类的，可以选择在沙滩旁边的那些就是叫 food truck 里头吃。比如说像巴哈贝里头有一个 food truck， 它里头卖那个 fish taco， 就是那个鱼卷儿，还是蛮好吃的。就是一个餐的话也就10块钱左右吧，就是味道也不错，然后而且呢也不耽误你玩。因为酒店里边的，就像我一开始说到的，这碗面的话也是大概30美元起。这个酒店它就是你要在那儿用餐的话，就比如说它一个热狗10块钱，它要加收你15%的服务费，以及还有一个多少的税费，加在一起，然后整体给你收。但那里去所有的餐饮也好，各种消费，包括它里头赌场，有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你就可以签单。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在它的账单上写上你的房间号，然后和你的签名就够了。所以你不需要带任何现金，你甚至不需要带手机，在酒店里就可以随便的花钱。但是你花的也会感觉好像就是很自由似的，也容易花得多。我觉得这是酒店的一个策略。对，我们第一天晚上，小朋友嘛，他扎到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里，他就不想出来。为了让他下楼去吃饭呢，然后我就答应他说吃北京烤鸭嘛，因为北京的小朋友最喜欢吃北京烤鸭。还有北京烤鸭呢？说是北京烤鸭吧，因为有人说那个烤鸭店里头那个烤鸭鸭子是从北京运过去的。然后我还真的问了那个服务员，我说你们鸭子真是从北京去的吗？他说我们要从北京运过去，那鸭子早变成僵尸鸭。那个是小红书上的软文。对对对，其实是墨西哥的鸭子。它作为一个北京的地道的老食客来说呢，就是这个能打多少分？都不想打，不想打。一只鸭子是140美元吧。哇哦！想吃到地道的北京烤鸭，还是要去北京。北京文旅欢迎。哎，对对对，如果我建立了好我的新账号，欢迎大家去看一下我的。什么玩意？这里是北京。对不起，我们这个账号没有什么粉丝。北京文创。你们拍摄是不是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对，我就是头2天主要还是用手机拍到没电，拍到手机没电，充电宝都没电的状况。从粉红沙滩回到我们主岛的飞机上，其实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海洋，真的没有办法拍给大家看。除了手机以外，我们还有带一个360的全景相机。对，是影视的，对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大疆的运动相机，对，拇指相机 Nano。
对对对，我不懂它叫什么。对，这个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是随便拍一拍，能拍出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的理解啊，我个人粗浅的理解，如果是对一些比较大的景，比如说像粉红沙滩的那种海湾呀，还有就是这个天空海洋的这个整个日出和日落呀，尤其是我们去到那个 Glass Bridge， 然后它左边是太平洋，右边是加勒比海的时候，这种要覆盖到很多景色的这种地方，我们都使用了这个全景相机，不需要去运镜构图，是吧？我也不会运镜，只要摁了开始了，就可以拍到所有的场景，是吧？对对对，这个拇指相机，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就是带去这个水上乐园。我也看到很多外国人，他们会就是挎一个防水罩，罩住自己的手机，然后在那个园区里头走。但是是不是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水的效果，可能不是很清晰，而影响玩的体验。对，因为也很沉嘛什么的，我就把那个拇指相机挂在我胸前，可以拍到这个我们小朋友的各种就是玩的一些动作啊，尤其是在我们坐水滑梯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手里不用有任何东西，然后你可以去掌握平衡，然后你扶一些东西，然后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很多的瞬间。我觉得这点还是很方便，而且确实有很多的外国人就是会问我，包括那个水滑梯上的工作人员，在我等滑梯的时候问我，你这个什么牌的，你哪儿买的？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去巴哈马的话，你不要以为你是旅行去的话就只带自己的旅行证件，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证件，比如像我在加拿大，我会有工作签证，一定要都带全，因为海关会拷问你，让你证明你是你自己，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整个的完整的流程的所有的证件都带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就是防晒，防晒真的很重要，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脱皮。好的，那我们最后欣赏一下我们带回来的样张。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观看，拜拜。拜拜。之间的小泡泡，虽然腿有点受伤了，但是还是来到海边看日落。